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师庄佳颖。我有个病人啊，月经都不来，基本上她1年只来1次这样子，我就先帮她调月经。调完之后，她月经规律了，可是每次来呢量就只有一点点。那妇产科说她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，那我看她整个人胖胖的，我是怀疑说她应该还有其他内分泌失调的问题哦，进她去做检查。结果啊，一检查出来，哇，他糖化血色素高到10点多，是很严重的糖尿病哎。那像他这样子内分泌失调的人呢，光靠自己节食啊、减肥啊，体重其实还是一直飙升。这时候呢，中医就能够帮忙有效率的控制体重哦。很多人都说，得了糖尿病不是会体重减轻吗？其实那是前期的，到后期呢，糖尿病很严重，胰岛性阻抗这种类型的人呢，其实就是越来越胖。那有些人还合并有高血脂，其实这种人呢，想要瘦都是很难的，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代谢失常了，那他血糖啊这些营养物质进不去细胞里面，那身体就只好堆积起来，变成脂肪组织啊。那通常这些人都堆积在内脏，就变成中广型的身材，就是内脏脂肪很多。那内经就把这些肥胖的人啊分成3种，就是脂人、高人跟肉人。那灵书里面有说，高人啊都是多气、脾纵缓，所以像这种脂肪啊分布在腹部这种类型的人啊，就是重腹垂鱼，肚子很大，就垂下来这一种。那这种就是现代医学的中广型身材，或是内脏型的肥胖，其实是类似的概念。因为这些人呢，除了胰岛素的阻抗之外呢，大脑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啊。那大脑里面下视丘有一个饱食中枢，也有个饥饿中枢。那这些功能混乱呢，就会导致很多像是什么瘦素啊，或是很多发炎物质，就是全部都乱分泌，就等于是说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饱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饿，那你的代谢系统啊，这些交互作用的连结啊，就整个很混乱，你就会说，不知道已经饱了还一直吃，或是其实你身体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热量，可是呢，你就是一直进食，那身体一直叫你吃，其实你不需要。肾主骨生髓，所以有关于脑髓的内分泌的问题，都是从肾着手。所以这些内分泌型的肥胖啊，我们一定要调肾。那除了调肾之外呢，我们也会调肝，因为身体发炎反应比较多的时候呢，就容易产生一些脂肪细胞的堆积啊。那你身体代谢又差的时候呢，这些脂肪细胞的堆积啊，可能就会引起很多的发炎反应，那就变成火气越大，然后你就越胖，就这样恶性循环。那有些人说，火气大不是身体一直产热吗？那不是代谢会变好吗？其实正好相反，你火气越大，你身体越发炎，你很热，可是你脂肪还是一直在堆积，所以这种状况我们就要以清肝为主。身体的能量代谢混乱的这种人啊，减肥起来真的是会特别挫折，因为他真的要很多运动，然后吃很少，很克制才能瘦下来。那其实中医可以帮忙他提升能量代谢的效率，像这种跟胰岛素阻抗有关的肥胖啊，我们就是要多加一点补肾的药。那一般脾虚型的人，没有糖尿病的人，我们就是给一点四君子汤啊、山药啊、茯苓啊、白术啊、健脾就好了。可是如果是代谢症候群呢，我还是会多加一点帮助它代谢的，像什么山楂啊、泽泻，然后放点荷叶，因为这些在药理机转里面啊，是真的可以降血脂、降胆固醇，那让身体这些发炎反应啊减缓下来，才不会继续的又发炎，然后又肥胖，这样恶性循环。那补肾呢？补肾我们是选什么样的药物呢？就是2仙汤。通常都是用仙毛、仙灵脾这些药物，像开场那位女病人啊，我就给她右归丸，请她呢做低糖饮食，搭配降血糖的药物，中西一起配合。1个月之后呢，她的糖化血色素呢就从10降到7，血糖控制很稳定，然后人呢，其实也瘦1圈。那调肝呢，其实就是清泻肝火，所以会放一些像是牡丹皮啊、山栀子啊、柴胡这些药物。那有研究就指出哦，这些清泻肝火的药物不是只有降低发炎指标而已哦，对于体脂跟体重也是可以改善。那而且它跟其他的降血糖的药物如果一起用的话，对糖尿病患者啊，整个胰岛素的阻抗啊是有明显的改善的作用。那当然呢，健脾的药物也要跟化瘀的药物一起用。因
因为你身体有瘀，就是说你用不了这些能量啊，这些能量应该进去细胞里面这些物质它进不去，所以这个就是界面的异常，这些障碍我们都是认为是瘀阻，所以放点区域的药物啊，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，他会很多地方血管会发炎啊，有很多微循环障碍啊，那我们让他这些瘀可以变少，那身体的发炎反应会减少，能量比较用得掉，脂肪呢就比较不会堆积。那我最常用的就是少腹足浴汤啊、血府足浴汤啊，还有红花这些药物。有研究发现说啊，你用红花、用牛膝这些川穹这些活血化瘀的药物，真的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这些发炎的指标，也可以提高身体对于胰岛素的敏感性。所以综合起来呢，我们这些活血化瘀啊、化痰利湿啊、清肝补肾、补脾的方法，是真的可以处理这些内分泌相关的肥胖，是有佐证依据的哦。大家学汉医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